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银保监会的主席说大而不能倒，是指蚂蚁集团吗？本来我的题目是这个郭树清说大而不能倒，到底指谁啊？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如果不把这个蚂蚁集团说出来的话，大家可能不理解啊，所以但是想出来呢又没那么好玩啊，其实不讲出来更好玩一点。这里面有两个主角，一个就是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树清，另外一个主角就是蚂蚁集团啊。这个新闻很敏感，为什么？因为涉及到蚂蚁集团上市之后的后续的情况。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因为蚂蚁集团上不了市啊，那它后面会怎么发展？我们今天就看看到底郭树清怎么说啊？郭树清是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然后是这个银保监会的主席啊。那么他在银行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他有很大的发言权，所以他说蚂蚁集团的事情啊，肯定很权威啊。那是新闻事件啊，先说新闻事件。2020年12月8号，人民银行党组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对于大而不倒的风险，中国已经在逐步探索监管办法。那么他说，中国金融科技在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不少问题，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面对金融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既要坚持鼓励创新，又守牢底线的积极审慎态度，切实解决好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他提到关注到新型大而不能倒的风险，他讲了3点啊。第一，少数科技企业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第二，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第三，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然后他讲了这个大而不倒3点啊，然后他举例啊，那么举例什么呢？举了一个第三方支付，一些第三方支付公司一些啊，这一些其实就是2家公司，一个就是支付宝，一个就是微信支付啊，对客户网络购物备付金啊，讲的是备付金，附加了投资理财功能。然后呢，投资收益高于存款利率，随时可以赎回啊。然后这就是讲的是支付宝了，对银行存款和正常资管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啊。那么这种投资方式类似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但没有受到同等性质的监管，存在违法违规，包括洗钱等隐患。第二，现在第三方支付已经把备付金统一交存央行，附加的投资理财产品也回归货币基金本源啊。这完全是讲的是谁？完全讲的就是支付宝啊，讲的是支付宝。那么此外，一些科技公司利用市场优势，过度采集使用企业和个人的数据，甚至倒卖数据啊，这个话都是话里有话的啊。那回头我们再来解释啊。这些行为没有得到用户充分授权，严重侵犯企业利益和个人隐私。监管部门正在研究制定《金融数据安全保护条例》，
构建更加有效的保护机制，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大体上郭树清的讲话就是这些。那他到底讲的是谁呢？你看哈，他讲了4点，他描述的对象有4个特点：第一个，科技公司；第二个，涉及金融领域然后跨界混业经营第三个，第三方支付业务；第4个，占据主导地位；第5个，备付金用于投资理财那么这4点。符合这4点的只有一家公司，是谁？就是蚂蚁集团那么微信有没有？微信也是第三方微信跟它很像，但是有2点微信不具备。第一个，微信没有跨业经营微信基本上马化腾的腾讯非常的规矩就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情，设立一个微众银行，他所有的金融都放到微众银行里面去，所以他没有混业经营。他跟蚂蚁集团不一样，蚂蚁集团是我做平台我搭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呢？支付宝，在平台上面我放很多的金融业务上去。支付宝其实是一个技术平台，它在技术平台放很多的金融业务，这就叫混业经营。那么腾讯不是，腾讯它切得很清楚，微众银行做金融业务它微信支付它没有做其他的业务。所以为什么腾讯的发展跟阿里的发展完全走不同的方向跟这个微信的发展和这个蚂蚁的发展完全走了不同的方向，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所以第一个，郭树清讲的是谁？郭树清讲的毫无疑问就是蚂蚁集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郭树清的讲话非常短，其实没讲几句话那么但是他信息非常的清楚，这个信息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标题，大而不能倒。其实它主题讲的就是大而不能。第一个，针对性的讲的是谁？蚂蚁集团。第二个，动词谓语是什么？大而不能倒。它实际上就是向蚂蚁集团喊话喊什么话呢？意思就是告诉蚂蚁集团，我们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就是倒的问题这是第2条。第3条，蚂蚁集团上市失败那么郭树清又跑出来讲大而不能倒的问题，这什么意思？什么性质？这就是清算，这就是共产党的秋后算账，这个还跟你算账来了那么我刚才读的那些话，每一句话都有意思的，包括那个什么拿这个客户的数据等等，这都是有意思的等一下我们分析它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当然他这个话说给马云听，也就是敲山震虎敲山震虎。我们回顾一下蚂蚁集团原来计划的是11月5号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同时上市募资是340亿美元。那么当时蚂蚁集团的估值达到21000亿人民币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不是中国，是全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然后就在上市前的2天，马云和蚂蚁集团的董事长 CEO 被4大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外汇管理局4个机构，这4个机构是在金融市场最有权力的4个机构同时约谈，叫监管约谈监管约谈之后，然后蚂蚁集团就撤回在香港和上海上市的这个安排，
他就退钱。他不仅仅是停止暂缓上市，他基本上就是不上市了，上不了市了，就开始把钱退回给大家啊，退给大家。那么这件事情所谓的暂缓，其实就是停止上市啊。然后11月2号，就是在监管约谈的同一天，晚上8点钟，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发布了一个东西，叫《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个网络小贷，简称网络小贷。网络小贷的这个监管办法，就是为什么？为蚂蚁集团量身定做的一个管理办法啊。那么如果这个管理办法实施，意味着什么？蚂蚁集团要增加资本金，增加多少？120亿美元。120亿美元啊，就是800-900亿人民币吧，大概是个这个。那么现在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专门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进驻这个蚂蚁集团。那么跟蚂蚁集团平时保持联系啊，你看看，随时把账本给我看一下，你干什么啦？那么是每天把数据要给我，我要研究一下你在干什么啊，等等啊。有各种啊，然后就根据蚂蚁集团的运作起草各种监管规定。蚂蚁集团已经被纳入这个当局的一个重点监管和限制的对象。为什么？因为蚂蚁集团太厉害了，有多厉害？我讲一下。第一，蚂蚁集团只用了1年时间，就在他的平台上面获得了5亿的贷款用户，5亿，很吓人，1年时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蚂蚁集团到6月底啊，蚂蚁集团的消费贷占全国消费贷总额的20%，厉害吧？就是一个平台占了全国消费贷的%，他还没做其他业务，他只做这个业务，已经赚翻了。那你想一下，如果它涉及到其他领域，如果涉及到房贷怎么办？涉及到其他的贷款怎么办？那疯了。所以非常吓人。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中国那些4大的国有银行来说，那太吓人了。你想，他用1年时间就把他的消费贷做成这个样子，什么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目前有100家银行跟蚂蚁集团就是进行合作，100家银行，当然都主要是中小银行啊。那么到6月份，这个蚂蚁平台上的消费贷的余额，就是总额，达到17300亿，17300亿。蚂蚁集团掏了多少钱？掏了2%啊，蚂蚁只出资了2%，然后10%来自什么？来自资产证券化，88%来自于银行跟信贷公司的资金啊。所以这件事情，蚂蚁集团，所以外面讲说蚂蚁集团杠杆非常高，其实这是不对的啊。是这个在这个资产包当中，蚂蚁只出了2%，蚂蚁只出了2%，并不意味着它有200倍，2%100除以2%是200倍啊，50倍啊，50倍。那并不是说它有那么高的杠杆，不是的。杠杆是什么意思？杠杆是我只出了一个很小的资金，然后做了一个很大的业务，但是前提是你没有其他的资金。你现在是17300亿是由其他机构出了钱的，那么你不能说蚂蚁集团只出了2%，你还看到100%其他的人出的钱。所以这个说因为有这个杠杆，所以蚂蚁集团风险非常高，这是不对的，这完全不正确，这不具备金融常识啊。它的杠杆和其他的杠杆是没有区别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
所以呢，蚂蚁集团它中间的核心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蚂蚁集团有两个优势，这两个优势正好击中了中国传统银行业务的最大的问题。第一个优势是什么？蚂蚁集团利用它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信贷风险的控制，对信贷风险的控制远远超过了传统银行的信贷风险控制的多少倍啊？不知道多少倍，无法想象的倍数。就说蚂蚁集团现在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风险控制。那么传统银行业务其实它的核心业务是什么？就是风险控制。但是传统业务它有一套传统的银行的风险控制模式，那么这套银行的风险控制模式和蚂蚁集团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合相比，相差太大了。这就是蚂蚁集团的核心竞争力。蚂蚁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在这里，把四大也好，六大也好吓得没命的最大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信贷业务的成本。你风险越低，你风险控制的越好，你的出现的坏账率越低，你的成本就越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蚂蚁集团的获客成本非常低，因为它有一个支付宝，它这边有支付宝，这边有淘宝，那些人全是它平台上的客户，它获客成本非常低，而且它不仅仅获客成本非常低，它获得客户需求的成本更低。为什么？因为它就在它平台上购物啊，它购物的时候它就有需求啊，当他有需求的时候，正好他就把它放到旁边，借呗、花呗放到旁边，他就能够用上。所以获客成本低，这让传统银行，特别让这些中国的大银行很害怕。为什么？中国大银行的主要的成本是什么？分行的成本，又是租金又是人力，好不容易放个点放在这里，维持一大堆的成本，那你获客成本就非常的高。那蚂蚁平台获客成本呢非常低。你想一下，以蚂蚁集团它现有的这个资源去做一个平台，然后把中小银行拉来跟它一起合作，中小银行非常高兴。因为什么？中小银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既没有办法，中小银行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银行治理水平很低。银行治理水平很低，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风险控制不行。风险控制不行，它就会出现一堆的坏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没有那么多网点，它获客就没办法获得客户。正好这两点，蚂蚁集团全有，那他就跟蚂蚁集团合作，一合作好，中小银行就非常依赖蚂蚁集团，他就把钱给他，你帮我把业务给做了，我掏钱就行。这样一来，100家中小银行跟蚂蚁集团合作，把钱全部交给蚂蚁集团，蚂蚁集团帮他们把这个钱带出去，大家分账，而且坏账蚂蚁集团不负责，所以蚂蚁集团基本上是零风险。他这个风险控制是帮中小银行做的，他帮中小银行做好这个风险控制，中小银行就打败了大银行。那你想一下，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来说，他真的睡不着。睡不着的原因是什么？大银行6大银行是他的亲儿子，这些中小银行都是杂牌军。当你有一天发现这些杂牌军跟这个蚂蚁集团一合作，他可以把这个大银行打败的时候，他现在只涉及的消费贷，中国非常小的一块领域，那他还没有涉及到其他的领域。如果他向其他领域扩展的时候，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他现在只搞了1两年时间，你看都已经有这个成果，那你再往后走，后果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打死蚂蚁集团的原因，就是他动了谁的蛋糕？他动的是人民银行的蛋糕，他动的不是别人的蛋糕，因为这6大银行是人民银行的亲儿子，所以中小银行对蚂蚁集团越来越依赖，蚂蚁集团就把这100家中小银行吸附在他身上，然后用他们的资金来做他的生意，然后他来拿钱，他成本又很低。这中小银行也很高兴，我原来带100块钱回来，其中有10块钱坏账，我现在带100块钱回去，1块钱坏账，你说然后我还能收到一堆的利息，我多高兴，我啥事儿都不用干，我只要把钱交给他就行。中小银行怎么不高兴？非常高兴。所以真正不高兴的是谁？是人民银行。所以他为什么？你看这里面讲他刚才讲的那个话，他说，他在这里就开始讲了，讲一些科技公司利用市场优势过度采集、使用企业个人的数据，甚至盗卖数据。后面这个我们就忽略，讲的是谁？讲的就是支付宝，讲的就是蚂蚁集团。那中国政府什么时候管过老百姓企业的数据被盗用的问题？从来没管过。为什么？他自己就在干这种事情。什么叫穿透式监管？你不盗用大家的数据，你怎么穿透式监管？中国政府从来不在乎的，从来不认为你的信息是你自己的，他没有这个概念。郭树清跑出来讲这个，为什么？这就是针对蚂蚁集团的人工智能跟大数据。蚂蚁集团要把蚂蚁集团采集数据的这种能力给它切掉，它控制风险的这种能力就会大幅下降，那它就会出现更多的坏账，那中小银行就有麻烦。所以郭树清讲的这些话背后都是有所指的，就是反映了他们的这恐惧，心里的这种恐惧啊。那么你看，所以呢，现在郭树清的这番讲话其实是全部是讲给马云听的。你的那些东西我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不听话，就大而能倒，不是大而不能倒。我现在已经探索怎么样这个应对这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其实话就是这个话，这个话有点像什么？这话有点像这个黑社会的讲述啊，就是黑社会的谈判那种意思啊。所以他的讲话很短，其实就是喊了一堆话，喊给马云听啊。好，那蚂蚁集团在干什么呢？蚂蚁集团第一个接受监管啊，第二个强化竞争优势。蚂蚁集团的竞争优势是什么？蚂蚁集团的竞争优势其实就是支付宝啊，支付宝上面的用户数据和人工智能啊进行分析啊，然后就是它就是要合规啊，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网络小贷的规矩上来了，它要补充资金120亿美元，然后它要提高它每个贷款，原来不是说它只出了2%吗？现在要求出多少？30%，你不能出2%，你必须出30%，降低它的杠杆，也就是说它要准备更多的资本金。但是这些东西能够限制蚂蚁集团，但是并不能改变蚂蚁集团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一点我不觉得会改变这个整个的大势。政府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只是让这个趋势减慢，这速度减慢一点，并不能改变这件事情。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一条新闻我关心了一下啊，就是说12月4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公布了第一批获得数字银行资质机构的名单啊。那么有两个牌照，一个牌照叫 Digital Full Bank， 叫完全数字银行。拿到这个牌照的有2家公司，一个叫Grab Holding 和新加坡组成的财团，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东南亚互联网的巨头 C Limited 的子公司啊，这是一个牌照，叫完全数字银行。那我们另外一个牌照就是数字批发银行，叫 Digital Wholesale Bank 啊，简称叫 DWB。谁获得这个牌照？获得这个牌照的都是2家中国公司，一个公司是绿地联合香港联易融有限公司和北京协同有限公司组成的财团，就是绿地。另外一个就是蚂蚁集团啊。那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预计，新加坡第一批数字银行将于2022年初开始运营。新加坡在数字银行领域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新加坡为什么就作为一个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它有竞争力？这就是原因，它走得很快啊，走得很快。那么两张这个全面数字银行牌照的企业，新加坡电讯是新加坡最大的国企啊。那么 Grab 是东南亚的，有点像这个 Uber， 东南亚的 Uber 啊。然后就是东海就 C 集团 C Limited 是本土的这个，主要是做移动支付、游戏和电子商务啊。那么绿地集团和蚂蚁集团拿了这个批发银行的业务啊。那么蚂蚁集团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呢？他在布局东南亚吗？还是准备一条后路呢？我估计两者都有，大概就是这样。今天这个新闻我们就讲那么多啊。总结一下，蚂蚁集团上市啊，那么上市失败，那么有机构估计蚂蚁如果再次上市，在2022年之前都没办法再上市。我觉得蚂蚁再上市的可能性，目前的情况来看是0啊。为什么？当局把蚂蚁集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啊，正在研究怎么去管住这个金融基础设施，所以我不相信当局会让它上市啊。这里面还涉及到一系列背后的权力权谋之争。这些权谋之争你看不到，目前看不到它有搞定的这种情况啊，大概是这样。所以第一个，蚂蚁集团上市失败，我看不到它再上市的最近期再上市的可能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当局正在对蚂蚁集团进行清算，采取各种措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吧 ？OK。好，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论啊？明线 blank chain， 谢谢。情况，支付宝这些年真的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生活方式。大家通过支付宝交水电、采暖费、物业费、手机费，买生活用品、外卖，尤其是疫情期间，一个平台照管了城市居民几乎所有的生活方面。我身边的人都很认真的说，如果可以，我选马云当总统。当这句话我听了许多人说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蚂蚁集团会被收拾，大概就是迟早的事了吧。提问：中共这样监管蚂蚁，一是怕他抢国有银行的生意，二是怕蚂蚁如果像蛋壳一样，那将是毁灭性的灾难。蚂蚁可不是蛋壳，蚂蚁的基础，你想一下，蛋壳每一单生意是亏钱的蚂蚁的每一单生意都是赚钱的，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它每一单都赚钱，而且赚好多的钱。
它怎么会上蛋壳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蚂蚁集团比中国所有的银行加在一起的金融实力还要大。为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当局害怕，人民银行害怕它的原因，因为它的实力实在太大，它其实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因为它现在只是消费贷而已，它已经挣这么多钱，所以呢，它真的可以把这个什么六大宇宙最大的银行是工商银行，它规模非常的大，但它没有它挣钱。所以大家要想明白，原因并不是蚂蚁集团有风险，蚂蚁集团比中国任何一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都要低。中国现正在境内运行的任何一个金融机构的风险，任何一个金融风险都比蚂蚁集团要高。所以讲蚂蚁集团有金融风险的，那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不懂。因为蚂蚁集团跟零风险，它没有资产负债表，所以它是零风险。因为借出去的钱全是银行的钱，他只拿了2%，就算他拿30%，他的风险比中国的任何一个银行都要低。所以这一点，不足拿来讨论啊。观点：蚂蚁那么厉害，是因为中国的国有银行太废。外国的金融机构有很多的学数学、学物理、学经济的人去分析市场。二是淘宝和支付宝的连带关系，谷歌都可以去做了，如果他去做金融。国有银行它有国有银行废啊，这句话不科学啊，为什么？那你太小看中国的银行了。中国的银行也是非常厉害的啊，它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它的前端啊，它的前端也非常的发达，因为它有足够的资源让它足够发达，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了解它啊。那中国的国有银行其实也是很厉害的啊，它有非常强大的实力，它有网点，它有客户基础。它有资源优势，它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它很有实力。但是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它真正的问题不在经营这个层面，它经营不灵活。但是要知道，规模越大越没有那么灵活，所以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人民银行现在的这个利率架构，保证了中国的大银行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所以在这一块它没有问题。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政企不分。就是说，如果纯粹讲一个商业机构，中国现在的六大国有银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它既是商业机构，它又是政府部门，政府要它承担很多你都想象不到的任务。那些任务不挣钱，他可能会赔钱，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啊。这一块呢，你分不清楚哪些多哪些少，这是一块。另外一块是什么？腐败，腐败才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最大的问题。我们说辛辛苦苦门店挣了100个亿，结果后面呢，有人一口气搞定了银行的行长，或者他银行行长的上司打个电话过来，他一口气借出去1000个亿拿不回来。门店辛辛苦苦挣了100个亿，那100个亿那也是绞尽脑汁各种各样的手段挣回来100亿，结果后门那边一口气带走了1000亿，结果10年不还。这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前端可能做得非常的精致，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国有银行，你只觉得它是个商业银行，每个地方非常的精致，但是后面一个大漏斗，这个抽屉一穿到底，就是这样。所以国有银行的问题不是它废的问题，是它的机制的问题，就是政企不分、贪污腐化，这两个问题才是国有企业最核心的问题啊。
观点：蚂蚁的贷款模式在西方国家很平常的信息高贷，但是在西方贷款、信用评级和监管属于不同的公司机构，在中国变成巨无霸，完全是政府管理的失责。西方国家没有蚂蚁集团的这种贷款模式啊，蚂蚁集团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创新啊。那么为什么会监管失责的原因就是它是个创新，然后它的监管没有跟上，没有跟上是因为蚂蚁集团是个创新，所以在这个领域呢，西方的商业模式，没有什么可以参照性，没有可参照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蚂蚁集团的厉害之处，原因是源自于淘宝跟支付宝啊，是源自于这两个平台的规模，它才会有蚂蚁集团的规模。西方国家，唯一可以和淘宝平台相提并论的就是亚马逊，所以亚马逊市值这么高，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亚马逊没有涉及到刚才我们讲的蚂蚁集团这块的业务，为什么？没什么，这就没发生，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本身的金融服务非常发达，大家知道中国很多互联网业务发展的非常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举个例子，淘宝发展的非常快，京东现在发展也很快，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的传统商业非常的落后，因为传统商业非常落后，才会给互联网企业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同样的道理，你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说，在中国，移动支付非常发达，全世界最发达的移动支付在中国，手机啪搞定。在其他西方国家，移动支付有没有那么发达？没那么发达。但是你说，哎呀，西方国家就落后，那是胡扯，那是你不了解。为什么？西方的信用卡服务非常的发达，它已经深入人心，也非常的简单，所以没有你拿手机支付跟拿信用卡刷信用卡其实差别不大。你带个手机出门，我在西方手机没有那么必需品，就是说你都市白领可能需要啊，随时拿着手机，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是随时握着手机，手机就扔的桌子上面，时不常的看一下而已，不会像中国随时拿在手上。所以这个问题，中国跟西方国家的这生活方式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原因背后就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中国信用卡不发达，所以你移动支付就会大行其道，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啊，所以并不是单一的因素形成一个这样的商业模式。问题：国内宣传的蚂蚁集团高杠杆将导致金融危机，请问王老师，这种言论有依据吗？这完全没有依据。为什么？蚂蚁集团没有高杠杆，因为蚂蚁集团，你比如说贷款100块钱的贷款啊，这笔钱100块钱贷出去，蚂蚁集团掏了2块钱，然后银行掏了88块钱，资产证券化掏了10块钱，有没有杠杆？没有杠杆。没有杠杆，这件事情就100块钱就是100块钱，这是银行掏了钱，每个人都掏了钱，所有人都掏了钱，这零杠杆，就1杠杆，就杠杆就是1，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所有的杠杆说啊，你掏了2%，结果借100块钱，你只掏了2块钱，借出100块钱，这如果在这笔贷款当中，蚂蚁集团只掏了2块钱，贷出去了100块钱。从市场上不知道谁那里拿了188块钱出来，98块钱出来，那就叫杠杆。但是现在有3个 party 在这里面，蚂蚁是其中一个 party， 你不能说这蚂蚁用了杠杆，没有，这件事情是不存在杠杆。所以讲蚂蚁这高杠杆，这是个非常错误的判断。蚂蚁没有杠杆，在这件事情当中没有1杠杆，只有杠杆就是1。这是对蚂蚁集团的污蔑。蚂蚁集团，你说让蚂蚁集团多掏钱，因为大家要明白一点，这笔贷款其实并不是蚂蚁集团的贷款，
蚂蚁只是一个贷款中介，它在撮合，这里有个客户，这里有银行，银行的资金在这里，哎，我撮合你们完成一个交易，我顺便出点钱，仅此而已。我出点钱，我为了多分点钱，分点利息，仅此而已。它其实贷款是什么？贷款是银行跟客户之间的贷款，所以它有什么杠杆？杠杆跟它没有1毛钱关系。所以说蚂蚁集团有高杠杆，这纯粹是胡扯啊！观点：蚂蚁作为市场体制下出来的企业，比6大银行行为代表的垄断国企竞争力强太多。如果不是习近平非要坚持国进民退，进行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会获得一大块改革红利。中国习近平不是只是国进民退的问题，习近平是反改革，把改革过的事情改回去啊。观点：别以为蚂蚁不能倒，看香港就知道，要多野蛮有多野蛮，看你不顺眼就能倒。政府利用权力劣币驱逐良币，如果谁说对老百姓更好，那肯定是蚂蚁金服。劣币驱逐良币不是政府利用权力做到的，劣币驱逐良币正是因为政府没有作为，才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2家包子铺，一家包子铺卖1块钱，一家包子铺卖2块钱。那么包子铺的成本是多少？包子铺如果你正常的去市场买肉、买面粉，然后把包出来，然后加上房租水电一起，大概一个包子至少要1块5。但是呢，这个包子铺呢卖1块钱，它还能挣钱。于是呢，大家都去买这个1块钱的包子，1块5的2块钱的包子就倒闭了。但是1块钱的包子呢，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这个市场上就是病猪的肉，买的是那些过期的面粉，加了一些漂白剂，就是品质很差的这个包子。理论上来说，政府应该定出一个什么价格？就是定出一个基准价格。什么叫基准价格？就是按照我目前市场的这样的物价水平，一个包子要多少钱，我应该有个数。只要这个包子铺那卖的包子低过这个价格，我就去查它一定能查出问题来。政府如果执法的话，你基本上一查一个准，就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市场上不符合食品安全规定的包子铺全部铲除，那么这个市场就正常运行。如果你不执法，那市场就会不断的往下探测什么？探测你能找到多差的这个食材，就是你怎么样违规都没关系的话，那市场就会出现什么？只会剩下更便宜的包子，正常的包子铺一定会倒闭，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理解吗？所以不是政府利用权力去劣币驱逐良币，而是政府没有维持市场秩序，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OK， 蚂蚁不能倒嘛，谁都能倒，共产党都能倒，所以没有谁不能倒啊。观点：阿里巴巴公司算中国目前最好的公司之一吧，利润还是很好的。大而不倒的说，差不多是那些恒大之流。看你用什么角度说吧啊。提问：这次事件是纯粹的监管和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马云个人有风险吗？还能不能像以前意气风发到处演讲？这显然不是一次监管问题啊，这显然是一次角力。什么角力？2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是什么？第一个层次就是你动了，显然蚂蚁集团动了这个国有大银行的蛋糕啊、奶酪啊，
那么人民银行要收拾它，保护这个国有大银行，这是一个层面，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啊。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蚂蚁集团背后的这些老板们和之间的这些角力。那这个故事就有很多很多的版本了，大家随便可以去搜，我们就不讲这种故事了。但是我认为最核心、最根本的还是前面这个，就是蚂蚁集团为什么要收拾它？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中国的银行一年挣多少钱？2万亿。中国的银行，整个的银行金融机构一年挣2万亿。中国的6大银行一年挣1万亿，就是中国的6大银行挣了整个银行业的一半的利润，大概就是1万亿。那你想一下，蚂蚁集团冲进来要去抢这1万亿，6大银行的1万亿，那6大银行能干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马云是不是个人有风险？那我就不知道，要问马云了。但是我觉得马云现在，我上次在哪看见有人说马云已经被边控了。边控，什么叫边控？就是不能出境了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许有，不好说啊。这真得问马云啊。提问虽然跟今天题目不符合，但就 HSBC 封许志峰这件事情，是不是香港银行里的钱都不安全了？宇宙国安法有可能因为我在这里留个言，香港存款就不会冻结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汇丰银行冻结许志峰的这个银行账号啊，其实许志峰的银行账号中国银行也封啊，只不过许志峰认为中国银行听中共的符合大家预期啊，但是汇丰银行封许志峰的账号就不符合大家预期，为什么？因为汇丰银行是个国际银行，你怎么会做这种动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香港政府去封一个市民的账号，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犯罪，你抓我去坐牢，那就抓我去坐牢好了。你为什么要封我的银行账号？你有什么权利来封我的银行账号？普通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每个人的权益是在那里的，你执法你要有依据啊。所以实际上，香港政府去封许志峰的账号，最近又发生了另外一个教会团体的账号，这个动作实际上对整个香港的这个市场、香港的这个信心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当然在这件事情当中反映了什么？反映特区政府包括国安公署啊，他们已经蛮横到了随时可以封别人账号的这个地步。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出来，会引发另外一波香港的逃难潮。大家想一下啊，我们以前总觉得，自己吃饭的地方总不能在那拉屎吧？你可以看，中共已经在那拉屎了啊。所以呢，在这一块，我觉得，蛮横愚蠢，就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角。香港金融中心就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更快的崩塌这个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当然，你要知道，特区政府现在在这个港版国安法之下啊，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就算是他抹平了，还会发生其他的事情，一定的就是挖这个金融中心墙角的事情。所以金融中心崩塌，我觉得会越来越快，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你在这里发言会不会香港存款被冻结，我就不知道了啊。但不过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的话，他们也太厉害了嘛啊。观点：其实蚂蚁和六大本质的差别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差别。他们在同一个市场当中，
六大和蚂蚁都在同一个市场当中，所以我不认为它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差别，它们是不同的市场主体。一个是一个金融一个是一个完整的金融机构，六大啊，传统的金融机构啊，当然现在中国的传统的金融机构也不传统了，他们也是大量应用互联网的技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中国的银行业已经砍掉了将近40%的门店，中国的银行业砍掉40%的门店，为什么？门店需求下降啊，所以不要以为中国的六大银行就已经还是这个垂垂老矣的样子，并不是这样，他们也在进步，但是他们的属性有根本性的不同。六大银行是国有企业，国企就是非鸟非兽，它长得像鸟，但其实它又有这个有点像蝙蝠啊，长得像鸟，但其实是兽啊。而这个蚂蚁是非常非常清晰、非常锐利的鸟，所以它飞得非常快。这两个属性不一样，他们在同一个市场当中，他们有不同的属性。有人说啊，你不高兴就把它收归国有啊。其他的民营企业很容易收归国有啊，为什么？因为关起门来打狗嘛啊。但是蚂蚁集团不行，蚂蚁集团没办法，为什么？蚂蚁集团的大股东全是外资的，一堆的华尔街的基金在里头，所以你怎么？而且那么多太子党都在里头，你为什么要收购国？怎么能收归国有？收归不了国有。马云这事儿都想明白的了啊。观点花呗、借呗这样的名称容易鼓励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年轻人甚至学生过度消费，也有可能变成滥用信用卡一样，过几年之后中国就会出现更多的债奴。消费主义永远可以批评啊，永远可以批评，这个没有，因为只要你批评消费主义，你就站在道德高地，所以像你这样的评论呢，没有人可以反驳啊。就像我们在这里批评西方国家发行信用卡一样啊。提问王婶你好，请问可否公开上周关于墙内怎么应对孩子在校被洗脑的视频？我是墙内听众，孩子即将入学，因为很多限制无法加入会员，但是非常支持王婶，同时也很关注孩子被教育洗脑的问题。小孩现在还没有是非判断能力，但是应该怎么样在安全的情况下适度引导？我们的会员视频这一期、上一期都有网友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公开？我们以前公开过早期的这个视频，我还是要适度的保护我们会员的权益。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办？我想想办法，然后我也要争取一下会员的意见，这是会员的权益，好吗？老实讲，我说了不算，我得问问大家，好不好？提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小银行把风控交给蚂蚁金服，而蚂蚁金服所受到监管还未到位？一旦蚂蚁的大计算出了问题，或者经济形势变化，中小银行会不会丧失自救的机会？因为他对蚂蚁金服如何大计算、如何风控一无所知。这就叫抬杠了啊！这么抬杠，我都不杠你，我不跟你回应了，好吗？因为这完全是抬杠了啊！情况第一次听王先生节目是在土豆，先生一口的上海腔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没想到打一下子被王先生的节目所吸引。先生看问题的本质能力，我觉得实在是令人佩服。希望墙内更多的人能看到先生的节目。我感觉余茂春教授应该也看先生的节目，希望先生节目越办越好，感谢你啊，谢谢啊，谢谢肯定啊。上海腔我应该没有吧，我只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而已啊，南腔北调。情况：今天澳洲通过了外交关系法案，维州在未知会联邦政府的情况下，擅自与中共签署“一带一路”协议，以及已经进入澳洲各大学的孔子学院
有可能因为这项新法被废除。观点不能因为共产党搞破四旧等等，说共产党不代表中华文化。共产党确确实实代表中华文化。如果破四旧等等说共产党反对中华文化，那么秦始皇焚书坑儒反不反中华文化？那是这样，这里面呢，第一个我有2个基本判断。第一个基本判断，中共不是反中华文化，中共是文化，任何文化的敌人啊，他不是只反中国文化，所有的文化他都反，所以他是中共。你看中共的那些东西，你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没文化，因为他是反文化。所以第一，中共是任何文化的敌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共采取了什么呢？采取了焚书坑儒的背后的那套东西，就是帝王术啊，他把帝王术拿来用，所以但并不是他支持中华文化，就这2点，这2点一点都不矛盾啊。情况，蚂蚁的花呗就是流氓，各种套路让你用，5亿客户不知道有多少被拉进来，卸载这个功能吵了好几架，果断停止支付宝的一切使用，非常正确。你可以用微信支付，不用支付宝，所以我不觉得，你骂他是流氓，各种套路让你用，那你希望他怎么样？你希望作为一个商业机构，他不是应该鼓励大家用吗？这是他的职能啊！你要抵抗，你要有抵抗能力啊！没有抵抗能力，你怎么能骂他是流氓？他又没办法强迫你拿枪抵着你嘛，是吗？这个不公平，是吗？最近呢，有很多人在黑蚂蚁，所以我一定要纠正一下啊，就是说黑蚂蚁有一部分是5毛啊，所以你们看不到，我看得很清楚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一下，我们做蚂蚁的这个专题已经多长时间了？1个多月了，11月到12月，将近1个月的时间，还有人在那留言骂蚂蚁，所以你想想看啊，而且说蚂蚁高杠杆，这是胡扯，那绝对是胡扯啊！蚂蚁怎么会有杠杆？它只是个中介，它怎么会有杠杆？提问：美国制裁14位副国级领导，中国各个银行会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为各个副国级领导继续提供金融银行服务吗？林郑月娥家里堆满现金，难道中共的高官会忍气吞声吗？我上次看有一个叫什么 YouTuber 在节目里面讲说这个制裁14个这个副委员长是为了制裁中国的银行做准备啊。这有点本末倒置啊。首先制裁副委员长这个事情更大，它有政治上的影响。那么会不会因此就顺便把中国的这6大银行全部制裁了呢？那毫无疑问这6大银行一定会为这些14个银行提供金融服务，这个毫无疑问这是不可能不会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没办法查证，因为他们都是发生在国内。发生在国内，理论上来说，美国是没有办法取到证据的。如果你没办法取到证据的话，你理论上也没办法制裁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可能想多了延伸的有点太远了所以我不觉得中国的这些银行会停止为14位副国级及其家属提供金融服务。但是这14位副委员长及其家属跑到海外去开的银行就有问题了，开的账号就有问题。你比如说王晨在香港汇丰银行有个账号，香港汇丰银行得马上给他关掉，否则的话汇丰银行就会被美国制裁。为什么？看得到
你在国内看不到。为什么看得到？知道为什么看得到？大家知道有个叫 SWIFT 的东西吗？你所有的资金你都看得到，所以这些东西他就看得到，看得到我就可以制裁你。所以应该是这样的，这14位副国级副委员长及其家属家人在海外的所有的银行账号都会被看，然后他们在美国的资产都会被冻结，银行账号包括银行里的钱都会被冻结，这个冻结很大啊！你想想，那都是什么人？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提个题外话，中国对拐卖人口这个问题不管不问，是出于利益链还是出于分化民众，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拐卖人口，不管不问，出于利益链我就看不到啊。分化民众怎么分化？我不知道。拐卖人口在中国的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原因有2个，我认为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吹嘘的这种管制能力实在太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真的对老百姓的利益漠不关心，就这2个啊。观点王 Sir， 我不喜欢你在手机问题这个笼统的说西方生活方式不同而判断手机在生活中的作用。我想听听你是否更深入的说说中国人在手机深度依赖的原因。我思考的是大陆那边更敲骨入髓的精神沙漠生活的原因，完全没有可以思考的其他东西。你这个好难懂啊。那大家知道什么人对手机依赖最严重？我们两样东西分开来讲。第一个，手机依赖，我们先讲手机依赖这件事情。手机依赖，我依赖吗？我没那么依赖。为什么？我有一半时间在电脑上，所以我在手机上没那么依赖。但是我以前开餐厅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同事对手机非常依赖非常依赖。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没电脑，他只是手机，手机是他唯一接触外界的工具，所以他非常依赖手机。所以每个同事的，我那个时候我们上班有一个动作，什么？把所有的手机全部锁在抽屉里所以第一件事情，把所有手机全部抽屉锁起来，开始上班。大家上完班，然后你一个个拿手机拿走。他们都对手机非常的依赖，这是第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同的人群，他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手机依赖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发现男性的依赖没有女性高，女性对手机的依赖比男性要高，这2个特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没有手机，他有没有办法呢？他就没有办法了。有些人是这样，有些社会阶层是这样。你说我们那个厨师，如果你没有手机的话，他就下了班就回家，就在那喝酒聊天就而已。他有手机的话，他就刷个手机，他要打个游戏。所以手机不是说我认为手机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新的工具，让他能够接触到世界。所以为什么共产党要控制手机，控制手机里面的内容，原因就在这里那如果你要思考到更广泛的层面，我们下个另外再找时间，因为今天时间不多了，我尽快的把这读完好吗？问题墙内有个视频，演讲者说北京有10几个早年数字货币的玩家，是加密货币吧，不是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现在还没有资产规模都在几十亿美金以上，但这些人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去考虑怎么用这些钱，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不能离开北京，考虑的是如何保命。王老师了解这个情况吗？我不了解。加密货币炒家是很多的有很多挣很多钱，但是99%的人都是赔钱的。
观点封账号是以洗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许是异议人士找个以前抓获的地下钱庄的账户往许的私人账户汇港币就有理由查封了。那不是更混蛋吗？观点，中共盗窃多少高科技都上月球了，但是没有什么科技门槛的金融监管却每年都有暴雷，导致百姓数百亿到数千亿的损失，这是什么治理心态？我都说了，深深的恶意。提问，支付宝是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吗？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到现在没有普及支付宝这种支付方式？这里面的因素有哪些？支付宝并不是中国的发明啊，就支付宝的发明者是谁？支付宝是抄其他的第三方支付模式啊。那么当然，支付宝在中国大放异彩，是因为中国的金融服务非常的落后，才会有支付宝这么发达的空间。那么西方国家，你比如美国金融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它第三方支付的这个空间就没那么大啊，就这么简单。就是你一条腿比较短，那么另外一条腿就长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大概就这意思。提问，请问大一统思想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何不同？大一统，西方有语境吗？西方我觉得没有这个语境嘛。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西方在这个领域上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啊。观点，贩卖人口这个赞同王舍的说法，这些东西都是底层人民互害。上面连做样子都懒得做，这种事情有需求就有市场，收养制度一塌糊涂，管理成本高，对上面没有影响，索性就一锅粥。情绪，作为会员，我十分赞同王老师公开有部分好内容的会员节目。老师做节目应该树立正确的观点为主要目的，会员内容吸引人，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加入会员。老师可以考虑每个人开放一次会员内容，老师自己选择最喜欢的话题。这怎么针对每个人我怎么做到的？我做不到吧？我想一下啊，我们讨论讨论好吗？好，明谢林 Takayama， 谢谢 Vincent 侯，谢谢。蚂蚁集团要现金做储备金的话，发一个浮动利率的债，让地方银行投资可以解决问题吗？蚂蚁集团如果要发债太容易了。蚂蚁集团只是怎么说呢？蚂蚁集团它现在是希望上市融资零成本，对吗？所以是这个问题。蚂蚁集团没有资金压力啊。为Bandan 魏，谢谢 Sophie 萌，谢谢 Helen 张，谢谢王老师，坚持做这个节目，厚德载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